今年给俺婆婆生个大胖孙子，俺婆婆好哄的奖励我10两碎银子。你看值不值100万？你这张口就要100万，底气十足啊！我看你这都是碎银子，如果是黄金，恐怕也卖不了100万吧？你还没仔细看，你这结论啊，未免也太早了点。我婆婆说啊，这可是过去的老银锭，10两重，1两不多，1两不少。重量的话，确实不用怀疑。关键你这都是结碎的，首先这个真假是没啥问题，唯一遗憾呢，就是不是完整的锭子。过去1两是37.3克，10两的话也就300多克银子而已。现在银子大盘价1克6块钱，你这上来怎么要100万嘞？你说我为什么要100万？对，因为过去的古董比黄金都贵。我朋友准备20万给我买走，我就怕卖亏了，所以来问问你。给你20万可以啊，你就按400克算，1克都花到500了，和现在的金价保持一致了。关键是恁朋友花20万买这些东西干啥呀？肯定是买回去赚钱啊！神秘兮兮的说，这10两银锭啊，至少能卖60万。关键是我也想卖60万，就是没这方面的门路。你说实话，你别看我玩银锭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去哪能卖那么高的价。说实话，银锭讲究一个完整性，越大越贵，基本上50两了一个才上10万。而现在你这些都是碎银子，从状态来看的话，这些都是银锭啊，接下来嘞，相当于是花瓶打碎了，就剩一些残砖烂瓦。除非恁朋友在网上咨询什么鉴定公司的专家，估计啊才会给他报那么高的天价。什么意思？既然是鉴定公司，难道他们鉴定的结果不是市场价吗？我比较感兴趣，你给我讲讲。我给你还是讲一下你这些碎银锭哈。第一，不成形。过去的碎银子指的就是这种银子，因为过去是银本位，它为了方便找零，有很多人啊把1两、2两、3两的素银，对吧？它给解开，因为过去的银锭啊含银量比较高，所以啊很好切割。这种碎银子啊，在过去并不影响它的购买力，只要数量够多，和那种10两、50两的购买力一样。但是现在能买这种银锭的，很注重的就是它这个完整性，就是这是重点哈。因为这10个碎银子还真不如一个10两的锭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10两的锭子才18000块钱，你说你这想卖几十万，这不是有点扯了吗？那你直接说能值多少钱吧？因为我怕20万卖亏了，毕竟现在挣钱很不容易。他一下子挣40万，跟捡钱似的。哎呀，那朋友应该是典型的被人洗脑了。你别说他能挣40万了，他如果真给你20万的话，估计赔的也是稀里哗啦。因为现在的银价太便宜了，一颗朱银才6块钱，你这400克满打满算2000块钱都到顶了。2000多？对呀，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那么便宜？我朋友按理说也不傻呀，聪明的跟能豆似的。你那朋友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毕竟过去的老银锭懂得太少了，现在有很多人比较浮躁。你打开网页，专家一找一估价，被告知几十万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边就像乐开了花，他被人洗脑了，他都不知道，还一味的算计着自己能从中间挣多少钱，岂不知啊？你想要专家的60万，专家也不傻，他们看中的是你口袋里边的几百几千的鉴定费，因为这些碎银子啊本身也没啥收藏价值，给你报高价完全是想挣你那个口袋里边的各种鉴定费啊，反正就是各种费用吧。大概价值也给你讲清楚了，你回去跟那朋友啊把这里边的事儿也给他讲一讲，防止对吧他被套路了，防止那俩的钱被人忽悠走。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还不能告诉我朋友嘞不然啊，这20万就相当于打水漂了。哎呀，你这种想法非常危险，你不能为了钱，对吧，去坑朋友啊，是不是？你这个咋说呢？这银子的价值你也知道了，20万，说实话，卖给那朋友别草率，毕竟都是朋友一场了，万一哪一天他知道这价值了，可不得劲。剩下的你都别管了，我把钱装到我兜里才是最主要的。谢谢你的鉴定哈。想法很危险，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吧。谢谢你。俺家过去虽然说是大地主那个我了去只有这区几百块银元这几年吃干净花净了剩下这一块你看值800块钱不值吧？说实话，现在谁家能拿出来几百块银元，那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好歹你这靠几百块银元也白吃白喝几年了，你这个虽说是一块冤大头，但是细看的话，你看和普通的9年长得不一样，
包括它背面的夹盒、字口，还有原箱内齿，这一看就是典型的私铸。壁面无伤无戳，老包浆老味道。这上来只要800，这要价确实很实在啊。我这个人还不算实在嘞啊！你不知道，俺家过去是这会儿有名的大地主哦。过去一个镇上有几百亩地的，是小地主哦。俺家可是有几千亩地，那不得了。咱家干活的长工都有几百人哦，一个月给人家发工资都得好几百个银元哦。记得一年我往外巡检，俺太爷爷每次出入都是上千元哦，往外巡哦，跟各地他们给我留的太少了哦，这还是再给我留几千块银元，我这辈子吃喝不愁了。哎呀，不像我现在花这个银元的钱，还得出去打工。哦，那这么听你一讲啊，第一个就是那祖上确实在过去挺有钱的。他们再有钱，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第二个就是你肝胆他们给你留的银元太少，以至于你现在一事无成，光靠卖银元为生也总不是长久之计。但是你拿过来的这块银元啊，张口只要800，只能说明啊你对板完全不懂。假如你这个普通的年份的冤大头啊，无伤无戳，它远远也不止800了。我真搞不懂啊！你之前卖出去那几百块银元是咋卖出去的？卖银元，咱最起码不能贱卖，咱不能吃亏啊！肯定不能贱卖啊！因为上一次我出手还是去年了哦，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摸不清行情了。去年这个时候行情还是不错的。我给您先来讲一下这个9年冤大头的板，像这种冤大头啊，和我们常见的天津板区别很大。我们行内称之为私铸。私铸啊，就是过去我们个人用纯手工刻出来的模具，然后用银子仿制了冤大头，私自做出来的银元。你可以通过它这个字体、原箱、内齿，包括它背面的夹盒来自己区分。和常见的冤大头相比，各方面做工啊显得是比较粗糙。因为冤大头的模具是国外人用机器设计制造出来的，所以机器和人工啊这一做对比，就显得区别很大了。对，经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多少看出来了。哦，我这个显上有点丑啊，对，是不是假币？假倒是不至于。在过去啊，私铸的银元为认可，第一个就是做工比较差，第二个就是它含银量不高。因为以前啊，它是银本位，含银量高低直接决定了它的价值。好歹你这个品相还不错，个人看的话，含银量应该在70%银子左右。听你那么一说，看现在值700块钱不值，我悟出来了，可能也是最后一块银元了。你不要有这种悲观情绪，像这种私铸的银元啊，在过去确实是很不受欢迎，但是现在啊却完全不同了，因为收藏它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私铸在过去它的发行量有限，现在的存世量更少，在冤大头里边啊，现在处于一种香饽饽的地位。而你这个品相整体来说也并不差，无伤无戳的状态，老包浆老味道。虽说银元整体看着有点丑，但是丑有丑的价格。目前我来估的话，4、5千块钱没啥问题。不会吧？你给他瞧看仔细了。我进入到冤大头，可从来没有说能上1000块钱一个的。没见过上几千一个的话，只能说明你不会看板。即使普通的大头啊，只要带板，价位肯定也不一样。像你这种家传几百块银元的主啊，平时你都靠它为生了，剩下这一块不起眼了，给你来个好板。希望你出手之后啊，你好好的找个稳定的工作，好好的开启你的新的生活。谢谢老板，我真没想到最后这一块银元还给我来个惊喜，谢谢你啊！啊，没事。